昨日啊，在御花园一见之后，这齐格格、秦格格还有蓝公主，都觉得你一表人才，对朕那是争相表露心迹。李太医，你说你看上了哪一个？只要你看上了，朕都将她指配给你。多谢皇上，只是臣乃庶民，又出身卑微，实在是配不上皇家的金枝玉叶。李太医这话说的言不由衷了吧？还是你觉得我们皇家的公主格格都配不上你李太医啊？皇上误会了，不是臣的眼光高，而是臣从小便定下了婚约。是吗？李欢，你昨日跟朕说你自有家贫，哥哥没有定下婚约，现在你哥哥又说他有婚约在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皇上，臣和奕欢说的都是实情，只是奕欢顾及臣的颜面，没有将事情完全说出来。那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婚约在身呢？臣自小确实定了婚约，臣和臣的未婚妻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只是后来臣醉心于医术，离乡求学，于是事情便发生了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恕臣脸薄，羞于直言。莫不是你的未婚妻悔婚了？正是。虽然臣的未婚妻跟臣并没有明言，但是臣知道，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别的人，所以臣才会伤心之下远走京城。李太医啊，你乃是人中豪杰，你的未婚妻居然会变心，真是有眼无珠。难道这个插足之人比爱卿还要优秀？那人确实很优秀，所以臣才会如此绝望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还想着他做什么？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朕再给你指一门婚事就好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雨。虽然臣的未婚妻已经变了心，但是她在家里却并没有毁约，而那个趁虚而入的男子家里早已是妻妾成群，所以臣还在等臣的未婚妻回心转意。没想到李太医还是个用情至深之人。皇上，奕欢以为臣已经将未婚妻忘却，所以才会说臣未有婚约，但他有所不知，臣已将未婚妻刻在心里，今生非她不娶。奕欢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，害得朕还替你哥哥的婚事担心？奴婢刚开始跟皇上想的一样嘛，奴婢想，既然那个女子已经变了心，那哥哥就应该另觅良缘，但没有想到大哥的心里这么执着。360病，心病最难治。李太医啊，纵然你这医术精湛，但你自己得了心病，你也是莫之奈何呀。下去吧。皇上，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那微臣先告退了。急什么？太医院又不止你一个人当值。原本啊，朕今天是要给你当一回红娘的，只可惜你拒绝了朕。但是朕还有一件事情要劳烦于你。皇上请讲，臣万死不辞。这件事情跟死是万万挂不上钩的，朕就是想让你帮你妹妹退婚，给朕当一回红娘。皇上，有关此事，欢妹和皇上可是有言在先的。我们虽然是寻常百姓人家，但是最重信诺，这婚约退不得。更何况此事一旦传出去，世人必定会说，皇上强抢人妻，有损皇上圣名。臣实在不敢。朕知道奕欢有婚约在身，但是这个未婚夫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这么多年对奕欢不管不问？
如果真的有这个人的话，那未免也太不把易欢放在心上了。皇上，这婚事是奴婢的私事儿，您问的这么详细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欢儿，你就别再否认了。你与朕明明情投意合，就像你给朕绣的这个荷包，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这个是易欢第一次做女工，手指被戳破了无数次才绣成的。这一面绣着2只鸳鸯，一面绣着他与朕的小象。朕乃是天子，也知守礼法，不会强抢民妻。易欢若是不喜欢朕，那也就算了。可是既然易欢喜欢朕，又不愿意嫁给他的未婚夫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欢妹，如果你真的是移情皇上的话，那为兄就……朱哥哥，我对皇上是有一份情谊在的，但是我不可能一辈子留在紫禁城，也不可能一直留在皇上身边。为什么？但是你在山西的时候，你明明……山西之行确实改变了我对皇上的成见。可当我再次回宫以后，我再度看清，这里不会是我永久的归宿。索土，奴才在。你觉得李氏兄妹2人所言属实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觉得这2人回答的得体，并无明显的破绽，只是奴才这心里跟皇上一样，总觉得他们俩不像是纯粹的兄妹关系。这李太医有婚约在身，应该不假，只是他口中的未婚妻，却耐人寻味。莫非这未婚妻指的是世淑姑娘，而这强行介入者，指的是皇上您？哎呀，这无凭无据的，奴才可是忘意了。你必须尽快按照朕上次说的方法，查实了兄妹2人的真实身份。这德福，听建清他们说，你有要事要找我，到底什么事？德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把建清跟易欢撤出紫禁城吧。你们要光复大明，我管不着。我只求你们不要连累我。